忍暴力的男人用枪抵着我，让我给他做手术。我正在思考着一刀宰了他还是2刀，他把枪对准我腰部。你觉得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？混蛋！他还逼着我给他止痛。我豁出去了，直接摁着他亲了一口。结果叫嚣着要崩了，我的少爷被亲的枪都拿不稳了呢。昏暗的屋内，腰间传来一股焦躁的力道。在搞什么？低沉的嗓音传入我的耳中，令我浑身一颤。我将手机界面展示给他看，解释道我没报警。他却怒吼道，你是医生，做个手术还得靠百度。我被吓得跌坐在地，我只是个大3的医学生，学的是兽医啊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术？他催促道。马上。我连忙站起身来，生怕他会对我不利。半小时前，我正躺在床上与闺蜜聊天，还信誓旦旦的许愿用前男友10年的寿命换我的王子骑着7彩祥云来迎娶我。随后，一个浑身伤痕的男人破窗而入，竟是来取我的狗命。这个男人，我前些天在外公的诊所见过，他是外公的病人。把手机关了，他失去了耐心，可腰间被枪抵了一下，我瞬间变得乖巧起来，应道：好，按我说的做。有酒吗？他问道。有是有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我一杯就倒，手术刀都拿不稳。他瞪了我一眼，消毒，不适合。我连忙点头，哦。接着，我偷偷拿了一瓶外公的茅台，全部倒在他肩膀的伤口上。他的衣服瞬间湿透了，我只好帮他把衣服脱掉。看着他那8块腹肌，我的脸不禁微微泛红。正准备伸手去解他的裤带时，心跳得厉害。解我裤子干什么？他嗓音低哑地问道。我看网上说做手术的都脱了，方便观察病人状况。不用。他按住我的手，笑着问道，你脸红成这样，确定不会分心？分心？我心中涌起一股怒意。他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？你忍着点。他咬咬牙，我则一刀插进了他的伤口。撕草，他痛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握着我腰的手猛地一紧，差点把我的腰折断。找到了吗？子弹？还没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，我的手愈发颤抖，越发难以找到子弹的位置。痛，给我弄点麻药。他隐忍地呼气。这里没有麻药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？他生气了，疼得直炸毛，干脆将枪上膛，再次抵在我的腰上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去哪里找麻药啊？想办法止痛，快点！他催促着我。想什么办法呀？我都快被吓吐了。最后，我脑子发懵，直接低头亲了下去。他反应过来后，一把推开我。你干什么？他瞪着我，我吓得牙齿直打颤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他叹了口气，又躺了回去。现在不是这个时候。你让我止痛的，你哪个老师教的？电视你也信？你有没有脑子？他又对我怒吼起来。那还痛不痛？我问道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还想亲老子？我哪里是亲，我才不想亲。我不再说话，默默地低头给他取伤口里的子弹。他突然低头，头低一点。我低下头去听他说话，他却突然抬手扣住我的脑袋，直接吻了上来。与之前那次接吻截然不同，他甚至还伸出了舌头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他又哑着嗓子在我耳边说道，快点弄出来。哦，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在止痛。他咬我的瞬间，我用镊子夹出了那颗子弹。他痛得松开了口。技术不错，沈医生。他冲我笑了笑，谢谢夸奖，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下一秒我就被他拍晕了。等我醒来，他光着膀子站在窗边抽烟。想起昨晚的经历，我尽心尽力地给他做手术，他却把我敲晕了。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你把我打晕了，你恩将仇报。我冲过去仰着头瞪着他，他身材高大，让我脖子都有些疼。他低头看着我笑了笑，把烟拿远了一些。不敲晕，你确定能睡得着？我睡眠很好，每晚3点准时睡，不用他多管闲事。我嘴上应着，却发现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腿上。我低头一看，腿上竟然光着。你脱我衣服，你这个猥琐男！你觉得我还需要自己动手？他笑着弹了弹烟灰。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你自己说热，乱动。他沉下脸来。你跟别人睡觉也这么怕热？我哪里跟别人睡过？我气急败坏地说道。没跟男人睡过。他继续调侃我。你个变态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说着走到门口拉开门，示意他赶紧离开。门被射穿了一个洞。趴下，他飞扑过来，将我摁倒在地，然后抱着我在地上滚了一圈，将我塞进衣柜里，又长出去开了一枪，最后关上卧室门反锁。等他再次来看我时，我脸色惨白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太好的人。他伸手将我拉了出来。我们得离开这里。我们？我反应过来，不住地往后退。我不要跟你走，你是坏人。他盯了我一眼。由不得你。说着，他掀起床单和其他4件套，打了几个结，做成了一条绳子。当他将绳子举到窗台时，我看着3层楼的高度，双脚吓得发软。快点啊，妹妹！他催促着我爬下去。我恐高，我吓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低声骂了我一句，无奈地叉了叉腰，闭上眼，然后抱着我。接着，
他单手将我抱到他的腰间，另一只手抓着绳子快速下降。我看到他受伤的肩膀渗出了鲜血，衣服又被染红了一大片。你流血了，我说道。他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，闭嘴，抱紧点。我不敢再违抗他的命令，用尽全身力气抱住他的脖子，终于下降到离地面几米的距离，绳子到头了。他毫不犹豫地抱着我跳了下去，在地上滚了几圈后，又抱着我往马路上跑去。此时，身后已经有几个人发现了我们，追了上来。完了，我感受到死亡的临近，吓得浑身发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道。你这个时候还有空问我名字？他有些生气。下去见阎王的时候，我要告你的状，是你害死我的。我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服了。他一边抱着我跑，一边低声说道。陆景川，你告去吧。陆景川，我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姓陆的不是霸总就是家暴男，小说所言非虚啊。他看起来更像是两者的结合体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丧命之时，我脑子发晕，说了一句：陆景川，昨晚是我初吻，下辈子你做个好人吧。哦，初吻给了我，你很吃亏。有点，一点。他不禁被气笑了。下一秒，一辆迈巴赫稳稳地停在了路边，接着几个黑衣人从车上下来。陆景川拉开后车门，毫不费力地将我塞了进去，随后自己也坐了进来。而那几个黑衣人则留在车外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训练。少爷，我们来晚了。司机连连道歉，然而他却完全不予理会。车子在路上行驶了整整1天1夜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已经抵达了边境上的一个村落。此刻，好几个男人正目光不善地看着我。陆景川，你从哪儿弄来这样一只小白兔？好像刚哭过。你对人家做了什么？众人纷纷调侃道：做你个大头鬼！陆景川走过来，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，他们便自动散开了。女人嘛，玩玩就可以了。你把她弄回家，不怕你那个未婚妻？有人继续打趣道：需要你操心。陆景川脸色一沉，下一秒一声枪响，他一枪打在了说话之人的手臂上。陆景川，你干什么？护着一个野女人？那人噌地站了起来，摸枪就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周围不知从何处突然冲出一群人，将那人团团围住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前天是你放出的消息。陆景川居高临下地踩着他的脸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再敢插手我的事，就下去陪你死去的爹。陆景川处理完纷争，再次回头看向我时，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。他的目光瞬间沉了下来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躲在床底下的我。胆子怎么这么小？他蹲下身子，一脸无奈地看着我，然后如同拎小鸡仔一般将我拎了出去。别杀我！我赶紧求饶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承认昨天是我说话太大声了。如今亲眼目睹了这些刺激的场面，我深刻地意识到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了。做什么都可以。他盯着我，目光缓缓往下移了一些，想泡我？不敢。我连忙否认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随意指了一个男生，我就算泡他也不想泡你。陆景川回头看了那个男人一眼，目光愈发阴沉。不关我的事啊，陆少。那个男人明显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解释道：我刚才没跟他说过话。他近视500度。你乐什么？陆景川没好气地呛了那个男生一句，说完又伸手拍了拍我的脸。别给我惹事，过2天处理完那些人就送你回去。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口中的处理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他确实遵守了承诺，在第3天把我送回了家。151，他在我耳边说了一串数字，有事打给我。我也是嘴欠，顺口问了一句，他的呢？他原本温柔的脸瞬间变黑，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狠狠地扔下了车。不给就不给，凶什么凶？我在心里嘀咕着。回到家，我抱着外公大哭了一场。外公冷静地看着我哭完，问道：你不是说你和同学出去露营了？哪来的黑道？让你平时早点睡，别看那么多小说。说完，外公一边敲着我的脑瓜子，一边露出了笑容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一脸疑惑。你自己给我发的短信。外公把短信递给我看，我一看，果然是自己发的。思来想去，我确定一定是陆景川发的。那个黑道少爷还是你的一个病人？外公问道。哪个？陆景川。外公笑得更厉害了。人家是做房地产的，正经生意，哪来的黑道？还有，外公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啊！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上次来，你趴在门边盯了半小时，盯得人家小路都问我要不要让你进来看。啊！我赶紧捂住脸，我不敢继续聊了，我困了，我去睡了。说完，我赶紧跑回了房间。早上醒来，我看到自己穿的睡衣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我多半是不干净了。我暗自嘀咕道：少在这儿跟我装。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一把将我抱住扔在床上，双手撑在我的两边。想起来了吗？昨晚自己干了什么？干了什么？我一脸茫然。说起这个，我莫名觉得全身有点酸痛。第一次竟然是跟一个混蛋，而且还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太吃亏了。我委屈地说道：昨晚欺负我还不够吗？明明之前是我救了你，你现在这样欺负我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
我带着哭腔控诉着他的罪行，他竟然还在笑。说说看，我昨晚怎么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全身都痛，我要咬人了。具体呢？哪里痛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后脑勺也痛，肩膀也痛，屁股。说到这里，我实在说不下去了。他还真是家暴男，我在心里暗暗骂道：那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他说着，把手臂伸到我面前，上面全是牙印。一瞬间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我醉醺醺的趴在陆景川背上，你真好看，别耍酒疯。他恶狠狠地吼了我一句。哦，我吐了他一头。他把我扔进卫生间，把我洗干净，又把我拎出去，扔在床上，怒气冲冲地看着我。现在给我清醒过来，给我道歉，我留你一条活命。好，我给你道歉。我爬过去，再一次，我吐了他一身。后来我不小心滚了下去，头撞到了地上，肩膀碰到了柜子上，屁股大概是碰到了不该碰到的地方，反正被某人一把推开。回忆至此，我更头疼了。我怎么敢的呀？对这个家暴男撒野，这回把自己玩脱了。那个，你信不信我失忆了？你对我做的事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，行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失忆？他冷哼一声，装？没装？我赶紧说道。这样行不行？以后你要治病，可以找我外公，我让我外公给你免费，就算咱们扯平了。他盯了我几秒，扯不平。话落，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，我下意识地往他身后躲。他倒是一脸淡定站在我面前。陆景川，他是谁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是个女生的声音。完了，少爷，肖小姐非要闯进来，我们没拦住。这大概就是他那个未婚妻，一群废物。陆景川顺手拿了一条毛巾搭在我头上，这下好了，更像捉奸在床了。陆景川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还在外面玩，你不怕我悔婚吗？女生冲了过来。怕呀。陆景川拖着调子，怕你不悔婚。完了，这下闹大了，两人的婚事都要黄了。那个姐妹，其实我和他什么都没有，你信我。我连忙解释，我不想拉仇恨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女生好像要过来打我，你滚出去。陆景川没了耐心。好，我刚要起身离开，又被他拎了回去。没说你。他一脸疑惑地问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说着，他拉着他的手臂，眼中满是期待。他无奈地甩开他的手，心中暗自松了口气，总算澄清了这一误会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突然抱起我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没关系，什么都没有。身后传来女生抓狂的声音。你放心。他紧紧盯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你要死也不会死在别人手里，只会死在我手里。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能放心吗？那有什么办法不死吗？我颤抖着问道。他低下头来看我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有啊，我不杀自己人。自己人？我心中一动，难道我当了他女朋友就是自己人了？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我连忙摇摇头。要不然我试着勾引他一下。我故作羞涩地把衣服的领口划了一点下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想说什么？我窘迫到不行，赶紧把衣服拉了上去。没什么，就是问问你觉得我怎么样。他愣了几秒，微微勾唇，前面和后面一样。我气得直跺脚，气死我了！我再去勾引他，我就是犯贱。回到学校，我告诉自己做你的好学生，别想有的没的。他却不由分说的把我扔进车里。这里不适合你。小时候，每当我问外公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，我没有，外公总是无奈的安慰我，如果想妈妈了就写日记吧，日记里会有妈妈。日记里的妈妈会在我取得成就时鼓励我，会在我伤心难过时安慰我，会在我被同学孤立时站出来替我出气。日记里的妈妈无所不能，可现实中的妈妈却在我5岁那年看到我的日记，撕了我的日记本，还恶狠狠地对我说，我生下来就是一个错误，有什么资格得到幸福呢？就像妹妹跟姜望在一起了，我也没有任何话语权。我写着日记，抱着膝盖，哭得泣不成声，腰间突然多了一双手。我惊讶地抬起头，我还没死，哭什么？啊，你醒了！我破涕为笑，猛地抱住他，恨不得亲烂他的嘴。就这么舍不得我死？他一脸疑惑。我用力地点头。他一下子愣在那里，过了好几秒才道：沈清月，你别喜欢我，我本来就不喜欢他。可他这样说，我还是感觉被人泼了一盆凉水。我不喜欢你，我认真地告诉他，我这种人跟你不一样。他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什么不一样？我好奇地问道。没有心，玩玩可以，我随时奉陪，我不会结婚的。行，我笑着打哈哈，缓解尴尬。知道了，下次把那个贺子恒介绍给我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他也不行，他要是再靠近你，我不介意把他解决了。你管得真宽。我无奈地说道。你只适合找个好学生，安稳地过日子。他说完自己苦笑了一下，又变得吊儿郎当。当然，有的事也不是非要谈恋爱才能做。我一脸迷茫。活过来了，开始犯浑了是吧？这混蛋！我躺了2天。他又问，有没有偷偷亲我？他笑着问，我没那么变态。
我真的无语了，在他心中我是什么？禽兽吗？他都奄奄一息了，我还乘人之危，那可惜了，可惜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下一秒，他突然拉着我，扣住我的后脑勺，低头吻住了我。他吻得小心翼翼，很照顾我的情绪，慢慢引导我。走吧，我联系了人来接我们。他放开我，不再看我，仿佛刚才和我接吻的不是他一样。陆景川，你不可以随便亲我。我有些生气地说道。然后呢？你这是骚扰，你很讨厌。走在前面的他突然停下来，又低下头来盯着我。你能拿我怎样？刚才的心跳还没平复，他这样看我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混蛋？我在心里暗暗骂道。话还没说完，又被他低头堵住。这是惩罚性的一吻，很快结束。他声音有些哑，被你讨厌是荣幸，况且是你先吻我的，我这个顶多算回礼。难道昨晚我发现他呼吸太弱，以为他要死了，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他都知道。我傻了，我那是为了救你。沈医生好像很有医德，他又在笑。我懒得回答，闷着头往前走。回到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外公说我自己的遭遇，他肯定不会相信的。还好十一来了我家，听完了我整个故事。那黑道少爷绝对喜欢你，他总结道。追他？我还没疯。我连忙摇头。我跟陆景川也就见过3次，2次都差点没命，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万一人家陆景川愿意为了你金盆洗手呢？这是什么歪理论？我哭笑不得。不要，我不嫁人，我跟我外公过一辈子。那你把他兄弟贺子恒介绍给我，就那天酒吧请你喝酒那个，又帅又病娇，狠狠挨住。我没他的联系方式。你问陆景川啊？我不敢。陆景川说了，我要是再跟贺子恒接触，他就把贺子恒解决了。想想都吓人。算了，师爷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人，他们很坏的，我可不能害了他。有多坏？有你那个妹妹，那个妈坏吗？我想起他抢我的男朋友，我那个妈还来警告我不要跟我妹妹抢。况且我就喜欢坏的。他坚定地说道。我沉默了片刻。他说的没错，刚知道姜望跟张珊珊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找过张珊珊，可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他就联合我妈扇了我几个耳光。就你也配跟我女儿抢东西？我妈一口一个我女儿，但她说的不是我，在她眼里，我只是一个罪犯的孽种，早该死了。师姨，你说我为什么那么多余呢？我叹了一口气。你才不多余。他翻过身抱住我。你那个妹妹脸大的手机都装不下，心比那臭水沟还黑，那才叫多余。谢谢，有被安慰到。我感激地说道。沈医生要不要过来看看伤口，顺便看看我？很晚了，我拒绝了。那天亮过来，他又向我发出邀请。你们医生这么不负责的吗？我是你的病人，我怀疑他在 CPU 我。毕竟医生只负责治病救人，剩下的事交给法律。可是他明明说了不再见我，不想跟我有任何牵连，为什么又要我给他看病？好吧，也许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免费的医生。你在哪里？你楼下。楼下。我赶紧爬到窗口，发现下面果然停着那辆迈巴赫，车子旁边站着一个男人。看见我，他摇了摇手里的烟。晕，这要是被我外公发现了，我怎么解释？我赶紧披了一件外套下去。跑这么快？刚下去我就被人扯到怀里。这么想见我？是你叫我下来的？我反驳道。行吧，是我想见你。他无奈地笑了笑。他微微低下头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，看着我笑问道：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他的目光一直紧紧追随着我，仿佛要将我看穿。我心中暗恼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他，痛得睡不着还喝酒，你真是谎话张口就来啊！刚才他一抱我，那股浓烈的酒气便扑面而来，让我瞬间识破了他的谎言。车内传来一阵轻笑，我疑惑地看向后座，是贺子恒。贺子恒连忙一脸无辜地说道：陆少真的是因为睡不着才喝酒的，我作证。另一个声音也附和道：是啊，陆少从来不玩这么晚，今天是意外，我们也可以作证。车窗缓缓摇下来，后面竟然还坐着2人，我感觉自己此刻真是尴尬到了极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话这么多，接下来1个月不想说话了。陆景川黑着脸狠狠地盯了那些人一眼，那些人立刻闭了嘴。车子瞬间启动，如同神仙般飞驰而去。你回去吧。我窘迫的恨不得马上逃离这个地方，转身就要走。不给我看病了。他却站在原地，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你又不痛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谁说我不痛？他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无奈地问道。那你明天找个诊所上个药，况且你没有私人医生吗？他轻描淡写地说道。小说里面的有钱人不都是私人医生随叫随到的吗？我反问道。没有，况且我不习惯被别人看。他说完，突然走过来搂住我的脖子，暧昧地说道：找个地方给我看看，沈医生。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连忙说道：这么晚去哪里？我还穿着睡衣。因为下来的太急，我根本没来得及换衣服。那就去里面。他指了指我家的方向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惊恐的连连摇头。我怎么可能把你带回家？要是被外公知道了，可怎么办？又不是偷情，沈医生怕什么？
他毫不在意地灭了烟，双手插兜，盯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戏谑。还是沈医生想跟我做点什么？我羞得满脸通红，伸手去捂他的嘴，他却在我手心轻轻亲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好香，悄悄进去，或者我敲门，你选一个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，仿佛在催促我做决定。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，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但最终我还是屈服了，选择悄悄进去，看完就走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：他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。我真是信了他的邪。一进我的房间，他就立刻反锁了房门，然后扣住我的脑袋，将我抵在门上，热烈地吻了下来。我惊慌失措地叫他：陆景川，等下再说。他低声说道，呼吸有些急促。我被他吻得气息不匀，心中又羞又恼。他却在一旁嘲笑我，怎么还不会呼吸？看来得多教教你。说着，他又再次吻上了我。我脑子一片混乱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我不知道自己和他到底算什么关系。被他亲吻的那一刻，我内心既感到罪恶，又无法抑制内心的欢愉。你不是伤口痛吗？我红着脸问道。是啊，沈医生医术了得，现在没那么痛了。他得意地笑着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我脸更红了，心中暗暗埋怨自己的不争气。脸怎么这么红？沈医生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喜欢我。他极不要脸地搂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戏谑。我心中恼火，用力推开他。脸皮怎么这么厚？热的。他笑着说道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突然说道：什么？他疑惑地看着我。没什么。我连忙摇了摇头，心中却思绪万千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缓缓说道：其实我也不想结婚。我心中一震，惊讶地看着他。真的？他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。退婚了，我不会结婚，只适合一个人。哦，那就好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心中却又有些失落。好什么？他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如果是因为我成什么人了？我有些羞涩地说道。那我要是说就是因为你呢？他盯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我却分辨不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陆景川，我也不想结婚。我鼓足了勇气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我们要不要试试当不结婚的那种男女朋友？他愣在那里，没有一丝反应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，这让我瞬间打了退堂鼓。没想好。我紧张地说道，心中忐忑不安。他挑了挑眉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我这儿可没有后悔药。那就算了。我彻底泄了气，心中充满了懊悔。他弯下腰来与我对视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我这里也没有算了2个字。我心中一阵慌乱，啊，还强买强卖了。后来我实在太困了，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，直到听见有人敲门，我下意识地翻下去开门。8点了还不起床？外公今天好多病人，你不来当帮手？外公打趣道。我还迷糊着，啊，我没睡醒，好困啊。外公看着我的黑眼圈，笑着说道，昨晚偷牛去了，你这黑眼圈怎么这么严重？昨晚，我这才猛然想起，房间里还有一个人。我一秒关上门，心中焦急万分。外公，我要睡到10点，你别来叫我起床了。我开始不停地颤抖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等我走到床边，那个男人还正睡得香。我要疯了。陆景川，我试图叫醒他，他听到声音，微微睁了一条缝，长手一捞，又把我揽进他怀里。再睡会儿，该起床了。外公，我焦急地说道。其实我很害怕外公发现他在这里。其实我很焦急，我该怎么把他送出去啊？我在心中暗暗想到。1楼就是诊所，里面全是人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可就麻烦了。暂时不知道，你怎么出去啊？他笑着问道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走出去。我连忙说道，求我呀。求我就帮你想办法。他在我额头印上一吻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求你。我无奈地说道。求人就是嘴上说说。他好笑地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。那你要怎样？我心中充满了不安，不知道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我要怎样都可以吗？他的手指绕着我的头发，凑到我耳边轻声说道，昨晚搂着你睡觉，你倒是睡得香，对我来说却是酷刑。我瞬间脸红了。你变态。我用力推开他，眼中充满了愤怒。这样就变态了？他笑着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。我要真的变态起来，你岂不是要哭鼻子？你……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赶紧远离他。你睡吧，我不困了。他却不放过我，又把我捞了回去。睡吧，我是变态，但不是畜生，慢慢来。你胆子小，我知道，我也不喜欢强迫人的。后来迷迷糊糊睡到快大中午，身边空了，我赶紧爬起来，换好衣服出去试探军情。结果看见他规规矩矩地坐在诊疗室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最近又熬夜了？外公关切地问道。还行。他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。你这是刚睡醒就过来看病了？
我看你今天气色倒是不错。外公说道。昨晚睡得。他正说着，看到我在门口，眼里突然有了笑意。还算不错。外公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到了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尴尬，然后对我微微一笑。外公帮你。于是仅仅过了5分钟，我外公就一本正经地开始安排起来。小洛，这是我外孙女，她按摩手法不错，今天就让她给你按摩头吧。我外公微笑着说道。陆景川坐在凳子上，那副模样显得格外斯文静谧。过了几秒后，他才缓缓开口道：好啊。接着他从诊疗室路过我身边时，竟然还异常绅士地客套了一句：麻烦了。然而一进诊疗室，他就立刻将我抵在门上，开始热烈地亲吻起来。我外公。我惊慌失措，用手不停地拍打着他，他这才猛然回过神来，嘴角含笑，歉意地说道：抱歉，看到你有点失控。中途我外公进来查看按摩的成效，偷偷地问我：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我连忙敷衍道：热。可我外公却一脸我懂的表情，还暧昧地眨了眨眼，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要命啊，这场景实在是太尴尬了。陆景川躺在那里却一脸平静，仿佛刚才的举动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小沈医生手好软啊，他竟然还敢继续调戏我。我心中恼怒，狠狠地用了一点力。他立刻疼得皱眉，就是心好硬啊。他接着说道：不像我，哪里都。陆景川。我赶紧叫停他，不想再听他说这些荤段子。他却不以为意，还不要命地说道：下次我给你按摩一下，不要钱的那种，礼尚往来。不要。我真的被他气到了，懒得再理他。他不是那个霸道的黑道少爷吗？怎么现在的画风变得这么不正经了？按摩完后，他就起身准备离开。临走前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，又问道：为什么昨晚才给我发短信？我有些心虚地回答道：啊，我之前想不起你的号码。你没保存我号码？他瞪大了眼睛，显然有些生气。没。我小声说道，然后又突然问道：如果是贺子恒的，你会保存吗？不知道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然后转上车门就走了。刚才还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还生气了呢？真是个多变的男人。回到家，我忍不住给陆景川打了个电话。聊了一会儿后，我感觉他对我有些冷淡。怎么又生气了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想到刚才骗了他，我心中有些做贼心虚，想要哄哄他。我能看看你吗？不是不理我吗？看我干什么？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满。看吧，他果然还在别扭。你不是说你伤口发炎了吗？不看我怎么知道啊？我试图找个借口。死了不正好吗？你跟别人约会也没人管了，现在知道关心我了。他阴阳怪气地回了我一句：那好吧，既然你不想跟我聊，我就跟我同学回电话去了。我故意说道。哪个同学？男的女的？他立刻警惕起来。男的。我故意逗他。你挂一个试试。他似乎有些着急。你在国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继续调侃他。那你试试。他刚说完，我就听到那边有点嘈杂的声音。陆总，这回还开不开了？不开了。那晚宴推了。您这是回家收拾人？他在开会。我吓得立马挂断了电话。难怪他刚才表现得那么冷漠，原来是在会议上，很多人都盯着呢。为了安抚他，我赶紧给他发了条信息：陆景川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别生气，你开你的会，我先睡了。结果他回了一句：你怂什么？他这语气听起来就不对。我赶紧又回复：没有，陆景川，我真的困了，明天再聊啊。他回复道：你是得睡一会儿，反正之后你没得睡了。看到这条短信，我的心跳得厉害。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的。我去试探贺子恒的口风，他却说陆景川还在那边谈项目。我的忐忑的心这才安稳下来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然而晚上上课的时候，教室门口竟然站了一个人。他穿着一身西装，里面的衬衣松松垮垮的，扣子解到第二颗，双手插兜站在那里，那副模样仿佛自带主角光环，让整个教室的目光都瞬间集中在了他身上。沈清月出来，他低沉的嗓音带着与生俱来的压迫感，让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。你家那位逮你逮到学校来了。11本来在睡觉，都被班上同学的起哄声吵醒了。不过等他回头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座位上了。我正躲在桌底找沈清月。哲学老师向座位张望，却没看到我。刚才点名还在啊，同学，现在是上课，有什么事？哲学老师话还没说完，他毫不顾忌，迈着长腿就走进了教室，朝着我的座位走过来。这场景简直就像是小说中的霸总逮捕小淘气现场，太夸张了，长这么帅，吵架我都扇自己。教室里瞬间充满了女生的尖叫声，我躲在桌子底下，心中不停地祈求上苍让陆景川现在立马看不见我，千万不要找到我，不然真的太丢脸了。结果他竟然直接走到我的座位，整个人蹲下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说道：还躲吗？我用书挡着自己的脸，不敢看他。他伸手拿着我手里的书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说道：真不乖啊。说完
他拉住我的手腕就往外面走。啊！我忍不住发出尖叫，感觉自己要疯了。这也太撩了！同学们又开始尖叫起来。哲学老师惊得大惊失色，半天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老师，他是我哥，家里出了一点事。我连忙向老师解释。什么事？我尴尬地说道。家里着火了。陆景川帮我回答了，还一脸淡定，需要妹妹灭火。抱歉，借过。陆景川嫌弃我走得慢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直接弯下腰将我打横抱起。陆景川，你放我下来！我低声求着他，脸也红得彻底。被这么多人盯着，真的是太羞耻了。这么快就开始求我了呀？他微微勾起嘴角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你待会儿再求我。陆景川，我错了，真的。我一秒认怂。我怎么知道他真的会这样杀回来，在学校捞人？这下好了，托他的福，我可能全校出名了。然后一下楼，把我扔进他那辆迈巴赫里。陆景川，我刚想控诉，他就扣住我的脑袋，低头吻了下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松开我。前面的司机大哥已经围着学校外面的公路转了几十圈了。陆少，去哪儿？司机颤颤巍巍地问道。陆景川挑眉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说道：去我那儿？不行，我要回寝室。我突然有些慌，我们寝室每晚查房，我不能不回去。他只是静静地盯着我，不说话。真的，不回去会挂科的，还没办法毕业，以后出去工作都找不到。他却一副我看你继续编的表情。去我那儿？这一次他的语气无比肯定。我急切地说道：我要下车。他就笑着看我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沈清月，你觉得这次你还躲得过？你真要你男朋友当和尚？虽然之前我并非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局面，但当真正临近这一刻时，我还是被吓得胆战心惊。他见状轻轻搂住我，安抚道：好了，我不会吃人。然后让我在他怀里多抱一会儿。到了他家后，他毫不费力地将我抱上了2楼。此刻我心里清楚，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早已心知肚明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曾悄悄发信息向11求助，怎么办？而他的回复却是：当然是享受啊，还能怎么办？陆景川今天帅死了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真是不该问他。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思，瞟了一眼我的手机界面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调侃道：问他还不如问我，你有什么不会，我教你啊。我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，竟然鬼使神差地说道：我要他教。没想到这个禽兽刚进屋就把我抵在门上，开始热烈地吻我。他的吻让我的双耳发烫，而他却还不知收敛，不停地说着那些撩人的情话。回来的飞机上一直在想该怎么惩罚你，可是见到了你又舍不得，其实也就几天没见，怎么就这么想你？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汤，小月月？我被他说的心都要跳得炸裂了，连忙说道：够了，你别说了。他就笑着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害怕的样子有多可爱？我有些生气，嗔怒道：陆景川，你正经点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问道：喜欢哪一种正经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惹毛我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吗？还是故意惹我，为的就是这个？他却不以为意，依旧笑着：讨厌吗？但我很喜欢你。说着他笑得更快了。月月不怕，我会很温柔。我心中暗暗鄙视他，我信你个鬼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景川感觉到我的动静，皱了皱眉头：沈清月，你今天有早八？我急忙说道：不上。他却一手将我捞了回去，霸道地说道：再让我抱一会儿。我挣扎着说道：不行，今早会有课堂作业。他顿时生气了：沈清月，不惹我生气会死啊。我无奈地嘀咕道：他真的好容易生气，昨晚他也在生气。陆景川听到我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随即又恢复了往常的霸道：你还没惹我。说着他捏着我的脸，像是要用力捏碎，最终叹了一口气。我心中委屈，这能怪我吗？昨晚关键的时候我大姨妈来了。他愣在那里半天才骂了一句，然后一把将我抱到浴室，自己则站在阳台边吹风边打电话。女生用的那个，快点，笑你妈呀，找死是不是？看着他顶着黑眼圈照顾我一晚上，一边照顾我一边还炸毛的样子，我心中既感动又愧疚，轻声说道：算了，不吼你，你别惹我。他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肚子上，关切地问道：还痛吗？我点了点头：有点。他说道：那跟老师请个假，别去了。我坚定地摇摇头：不行。他有些不悦：你见我都没这么坚持过，怎么你那个老师比我还重要？我无奈地说道：陆景川，连老师的醋你都要吃？他撇了撇嘴：谁吃醋了？我白了他一眼：那不就行了，我去上课了。说着我主动在他唇上亲了一口：别生气了。正炸毛的他被我亲了这一下，整个人仿佛瞬间顺毛了许多，眼中的凶光也消散了不少。他笑着说道：少来，一个吻能收买我。此刻的他像极了一个摇着尾巴的大狗狗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温暖。陆景川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个样子好帅。他得意地扬了扬头：男人只有帅没用。我笑着反驳道：但你不仅仅是帅啊，
你还有点可爱。他的笑容一下子收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可爱，我还是对你太温柔了。说着，他又把我拉进怀里，亲了半小时，这才肯放我走。陆景川送我去的学校，我一下车就看到了江望。他看了看陆景川的车，又看了看我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沈清月，你为什么和那种人混在一起？报复我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要选择伤害自己？我连忙拦住他。江望，别说了。第一次正面冲突，江望明显有些气势不足。他继续说道，我妈查过，你有案底。我心中一惊，抬头望向陆景川，只见他看起来并不生气。那你妈知道的还是太少了。江望凑到我跟前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你不知道，他干的都是特别不好的事，你别跟他联系了，不用怕，到我这边来。我坚定地摇摇头，我不肯。江望又接着说道，你知道他杀了自己的妈妈吗？我一下子惊在原地，瞪大了眼睛。陆景川的笑容一下子收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凶狠。你再靠近一点试试，至于你说我残忍，我澄清一下，不是传闻，如果我是你，现在应该跪地求饶了。他的语气冰冷而决绝，我心中慌乱不已。沈清月，你看，他承认了，这样的人，你还要为他犯傻吗？江望也有些慌了，然而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冲上来要打陆景川。陆景川一脚就把他踢翻了，还把他的手踩在脚下，眼中充满了杀气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不信我，信你前男友对吧？我感到委屈，你蛮不讲理。他冷笑一声，我又不是好人，我为什么要讲理？我心中苦涩，陆景川，你觉得我好欺负是吧？他转身就要走，走了几步又倒回来，狠狠地把手上的保温杯递给我，里面是给我装的红糖水。我愣在原地，半天才缓过神来。江望爬起来对我说，沈清月，你也看到他打我了，别跟他在一起了，你们不适合。我盯着他，眼中满是愤怒。你闭嘴，你口口声声说讨厌你妈妈调查我，现在你又让你妈调查他，你俩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承认我以前是喜欢过你，但现在看来我是瞎了眼。后来我回到学校，一想到江望说的陆景川的事，就坐立不安。他怎么会杀了自己的妈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停地拨打陆景川的电话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我的心中更加不安了。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，他就像是消失了一般。十一安慰我道，别担心，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叹了口气，或许吧。十一又说道，你上次不是说过陆景川有个密室，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吗？那里面会不会就是他写的对妈妈的忏悔？江望母子俩也真是绝了，都喜欢揭开别人的伤疤。幸好你分手了。我被他这么一说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。十一，我好想知道那个密室的位置，我想去看看。十一立刻来了兴致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于是半夜，我们两个女生打着手机电筒，悄悄前进了暗道。暗道里一片漆黑，寂静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有些害怕，劝她道，十一，我觉得要不我们还是白天来吧，我有点怕。十一却胆子大，拉着我往前走。怕什么？白天这里也没灯，还不是一样黑。我心中担忧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们要是碰到坏人，死在这里都没人发现。说着，我拿出手机就要给陆景川发信息。这时十一说道，别发了，我给贺子恒发了信息，他知道。啊，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那他知道我跑到他密室来偷看他的日记，不会打死我吗？十一连忙安慰我道，放心，我让他别告诉陆景川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中的担忧稍稍减轻了一些。果然还是他最懂我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，对了，你和贺子恒最近怎么样了？十一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怎么样。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会回，但是回得慢，回得少。不过没事，姐有的是耐心。我望着他，心中对他充满了佩服。我要是个男的，一定喜欢他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密室，我尝试着输入上次陆景川的密码，却发现竟然不对，他改了。我疑惑地说道，是他的生日。可我却犹豫了，我不知道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连他的生日我都不知道，心中涌起一股愧疚。正在我们俩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十一突然摁了几个数字，啪，门竟然开了。你摁的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他微微一笑，你生日。十一拉着我进去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月月，他是真的爱你，把你的生日设置成密码，说明他想把他所有的秘密只为你一个人敞开。听他这样说，我一下子想到了前几天陆景川失望着离开的表情，心中更加愧疚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他。日记本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，我和十一迫不及待地拿起来，开始往前翻。刚开始我们还带着好奇，然而随着翻阅的深入，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到最后，我一抬头，发现十一跟我一样，哭得流眼泪。2012年6月8日，今天他又让我去给他买东西。我背着书包走到巷子里，一个男人走过来，接过我的钱，往我书包里塞了一小包东西。回到家，他就迫不及待拿着我的书包去了厕所。我站在厕所外面，听着他在厕所里面发出难耐的痛苦的声音。我想进去看看，但是他把厕所反锁了。他告诉我，只需要写着作业等他就好。可是当我写完所有作业，他还没出来。
我很害怕，终于忍不住敲了厕所的门。他终于出来了，满头大汗，看起来很虚弱，却对着我笑。他对着我笑，我就知道他没骗我。他说他病了，吃了药就好了。他现在好了。2012年7月8日，他最近让我去买东西的频率更高了，晚上也不抱着我睡了，每晚抱着的男人都不同。后来来了一个男人，他说他是我爸爸。我妈很讨厌他，跟他发生争吵，但是一旦他拿出一小袋东西，我妈又变了个人似的，对他唯命是从。2013年8月8日，我搬到国外已经1年了，我妈却瘦得不成样了。我常常站在他们卧室门口，看到我爸捏住她的脸，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吗？以前不是很爱跑吗？现在离不开我了吧？你只会像条狗一样求着我。我很震惊，我看到我爸给我妈注射，大概知道那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一夜未眠，第二天偷偷把那些东西全扔了。我妈知道后发疯一样打我，掐着我的脖子。2014年9月8日，她躺在床上，她皮肤发白的可怕，关进了地下室。即使这样，她还是活生生折断了自己一条腿，拖着向我爬过来。景川乖，帮帮妈妈。我很生气，把手里的小袋子当着她的面全撒了。我的心快裂开了。她的腿曾经跳过芭蕾舞，她的手曾经温柔地抱着我，哄我睡觉。可如今，她活的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我宁愿她死了。于是到了最后，她痛苦不堪，摸着我手里的枪，祈求我帮帮她。我没有犹豫，朝着她心脏射击。她倒下的那一刻，还在笑。后面我们合上日记本，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心中满是痛苦和沉重。是我的话，可能没有杀死自己妈妈的勇气。11叹了一口气，眼中满是同情。我整个人呆在那里，一想到陆景川经历的这些，心中就好痛，仿佛有千万根针在扎。我拿出手机，想给陆景川发点什么，却愣了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最后只发了一句：我明天可以去找你吗？然而他没有回复。走吧，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，还是早点走好。等下，贺子恒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这里信号不好。11说着就准备给贺子恒回拨过去，可是就在电话还没拨通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密室外面有脚步声，紧接着砰，密室的门直接被爆破开了。我和11被冲击波直接冲到墙上，砸到地上，眼前一阵眩晕。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走到我跟前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：你就是沈清月。我张了张嘴，吐出一个字：是。他一挥手，我和11都被绑了起来。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夹着一根雪茄，审视着我们。让他退婚的是你。看着他的眉眼，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。他是陆景川的爸爸。我连忙否认道：不是。他冷笑一声，不承认，没关系。说着手一挥，上来一个双臂纹身的男人，直接把11的衣服扒了。我的脑子一下就懵了。走开啊，否则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。11也气疯了，挣扎着要反抗，然而他根本不是这群人的对手，这不关他的事。我跪在地上向陆景川的爹求饶：叔叔，求求你放了他。他弯下腰掐着我的脸，眼中闪过一丝戏谑：谁是你叔叔？11还在那边挣扎着大哭，有人在一边打他一边拍照。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般，好痛。叔叔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他只是我同学，不关他的事，你放了他。我声嘶力竭地说道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：什么都可以，让你离开陆景川也可以吗？我愣在那里，心中充满了挣扎和痛苦。可以，我举起手发誓，我现在就删了他，以后都不见他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让他们住手。他就只是笑了笑。住手。我那群手下很久没碰过姑娘了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冲过去让那几个男的住手，却被人抓着头发甩了出去。把东西拿来，他命令道。什么东西？我心中充满了恐惧。模糊中，我感觉到有人在给我注射东西。完了，我心中绝望，意识逐渐消失。耳边传来陆景川的吼声：你给他注射的什么？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毁了我妈，你还要毁了我。我想让陆景川看看11，可是我的脑子一阵天旋地转，极度想吐，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最后我听见贺子恒的声音：好了，不哭了，我来了。余光中看到他抱着11走出了密室，看到11得救了，我终于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，当我缓缓睁开眼，却发现自己浑身无力，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。11呢？我急切地问道，心中满是担忧。我在这儿呢。11立刻凑了过来，眼中满是关切。这是贺子恒的家，我们现在很安全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他没事。我注意到他被拍的那些照片都已经被拿了回来，心中暗自庆幸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贺子恒也盯着我，眼中满是担忧。有点没力气，使不上劲。我无奈地说道。正常的，你可把人吓坏了，幸好送医及时，不然可就糟了。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却没有看到陆景川的身影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失落。说不失望那是假的，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跟他说，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他，可他却不在我的身边。11和贺子恒对视了一眼，都露出了一丝沉默的表情。他呀，他今天有点忙。贺子恒还是一脸淡定的模样。
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气氛。他今天订婚，不会过来了。时宜却心直口快，直接把这个残酷的事实说了出来。订婚，我的心仿佛被狠狠刺了一下，一下子裂开了。所以，他终究还是向他爸妥协了。他还是和那个女生订婚了。他甚至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，就迫不及待地和别人订婚了。不聊那个臭小子了，下午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。贺子恒打破了这沉默的氛围，试图让我转移注意力。我要回家，我坚定地说道。行，那我送你。贺子恒和时宜立刻起身，准备送我回家。时宜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连累你受罪了。在车上，我愧疚地对时宜说道。沈清月，你有事没事啊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？我们俩现在都还活着呢，不用说对不起。时宜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中满是温暖。谢谢你，我心中满是感动，身边又只剩下他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贺子恒的朋友打的视频，镜头切换到了订婚现场。现场布置的如同梦幻般的蓝色水晶世界，美丽而璀璨。贺子恒，你小子，陆少订婚你都赶不来。手机那头的人骂道。车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，我能感觉到贺子恒的尴尬。你替我多喝2杯啊。贺子恒勉强笑了笑。这我可替不了，你们俩平时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，这种场合你都不来亲自祝福，这可说不过去啊。对方不依不饶。行，晚点我给他电话，灌醉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贺子恒说着就要挂断电话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镜头忽然一转，我看到了陆景川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打着精致的领结，被穿着公主裙的女生挽着，站在那里神色不明，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几乎是我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他也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视频电话。在跟谁聊？他开口问道，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疑惑。贺子恒啊，对方回答道。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其实我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面，他却似乎在镜头里面四处寻找着我的身影。挂了吧，他收回目光，直接转身离开了订婚现场。在那灯火璀璨的订婚宴上，他的背影显得如此落寞而凄凉，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半夜，我在睡梦中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他跪在地上，拉着我的手指着自己，而我的手上拿着一把枪，要帮帮我吗？月月。他眼中满是期待和哀求，我惊恐地颤抖着后退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却毅然决然地扣动了扳机，然后他在我面前倒下了。倒下去的那一刻，他还对着我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我一下子被吓醒了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我爬到窗前，看到一辆车刚刚驶离，却没看清是什么车。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，还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给陆景川打了电话。电话那头过了好久才有人接，找我有事。陆景川的声音传来，有些沙哑。陆景川，我只喊了他的名字，心中满是苦涩。我觉得自己太冲动了，可还是鼓起勇气问道：你订婚了？他承认得很快，没有丝毫犹豫。陆景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愤怒地问道，心中充满了委屈。能有什么意思？他是笑了，笑声中带着一丝嘲讽。不是你说的玩完不结婚吗？现在我玩够了，该收心了。陆景川，你混蛋！我破口大骂，眼中满是泪水。你才知道。他沉下声音，叹了一口气。忘了我吧。谁啊？电话里面传来女生的声音，温柔而甜蜜。我一下子愣在那里，仿佛被冰封了一般，连呼吸都停了。我1秒挂了电话，然后坐在窗台发呆，泪水不断地流淌下来。最后，在无尽的眼泪中，我疯狂地删去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他说的呀，他玩够了。他那样的人，又怎么会为了一个人停留呢？我和他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走到最后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分开还是会这么痛呢？哭了1夜后，我决定放下了。我开始拼命的学习，空闲的时候就在外公的诊所帮忙打杂，把自己的时间填得满满的，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他。终于在听到有人说起他的时候，我也只是微微疼了一下，心中的伤痛渐渐愈合。时宜和贺子恒也混成了好哥们，我能感觉到贺子恒对我并没有那种特殊的感情，他只是把我当做朋友。算了，恋人还得分手，做哥们他永远都会对我好。时宜悄悄告诉我，他答应让你去他们公司实习，你要去吗？算了，我准备毕业开个宠物诊所。我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接下的这1年，我都在筹备着宠物诊所的事情，全身心的投入其中。在这期间，所有关于陆景川的消息都是从贺子恒那里得知的。听说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，大概是和他妻子的家族企业强强联合的缘故吧。唯一一次距离陆景川最近的时候是在酒吧，当时我和时宜、贺子恒一群人在喝酒，他突然出现，默默地买单了。贺子恒明明没说清是谁，我和时宜却一下子就知道了，是陆景川。那谢谢他，我得多喝一点。我笑着举杯，试图掩饰心中的波澜。那晚，贺子恒依旧在帮我挡酒，我现在根本不是他的什么人，你没必要帮我挡酒了。我笑着对他说道，他却依旧拿过我面前的酒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他？就不能是我自己想？他说这话时，眼睛一直盯着我，盯得我心中有些发虚。其实我早就觉得贺子恒不对劲了。要说他以前跟我们混在一起，
完全是看在陆景川的面子上，就连习惯性的帮我倒酒、送我回家，都似乎是因为陆景川。但是现在，我和陆景川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他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这真的让我有些难以理解。你喝多了，我干笑两声，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气氛，准备把这个插曲敷衍过去，还真有点。他轻松地笑了笑，眼中的情绪渐渐消散。晚上回家，贺子恒依旧是先送了诗怡，然后才送我。下车的时候，我实在没憋住，坦诚地对他说道：“贺子恒，你以后不用送我了。”怎么，送都不能送？没了陆景川，我们就是陌生人了？这么绝情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受伤的神色。不是，我整理了一下思绪，才开口说道：“十一对你有意思，我们应该保持距离。”十一表面上说已经不追贺子恒了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还是喜欢他，只是因为他没有回应，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罢了。他愣在那里，眼中的神色变幻莫测。他突然笑了，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。以前有陆景川，我得跟你保持距离；现在有十一，我也得跟你保持距离。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沈清月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他突然说道。啊！我惊讶地看着他，那怎么所有人都不知道？晚上一起玩的时候，你也没说啊？还记得你以前说要弥补我一次吗？他笑着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一丝期待。不记得。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就是。他靠近我，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，这个就当生日礼物了。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直接退了几步，心中充满了慌乱。这个就当生日礼物了，他笑着说，然后向我挥挥手，转身离开了，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其实在中途，我曾鼓起勇气去探视陆景川，然而他一次都不愿意见我。我想他是真的不想再跟我有任何瓜葛了吧。我连续去了几次，他都始终紧闭着门，不肯见我。渐渐的，我也不再去了，或许他是怕会连累到我吧。他进去的前一天，我们终于见了面。他看着我，轻声说道：要是我先出去，就替我照顾好你。贺子恒后来在闲谈时跟我提起了这件事。贺子恒还说，陆景川这人真的挺混蛋的，做朋友这么多年就没对哪个人好过，连自己的兄弟他也下得了狠手。不过他也就对着你的时候还不算太混蛋。我当时去救他，他还劈头盖脸的骂我，说我也进去了，谁来替他看着你？你说他混不混蛋？我静静地听着关于他的一切，张了张口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所以沈清月，我放弃了。贺子恒笑着说道：我斗不过他的，各个方面想办法让他见见你吧。他在里面成天混日子，根本不想减刑，他不想让你对他还有想法。他这是自暴自弃。跟贺子恒聊了之后，我一夜未眠。那几天我的情绪都很低落，不太好到连外公都看出来了，失恋了。练都没练，我连忙否认。你和那个陆景川谈过吧？外公突然问道。你瞎说什么？我有些惊讶。我和陆景川的事从未跟外公提起过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自从你给他按摩后，他就经常来看病。能有什么病？我看他面色倒是红润了不少。外公意味深长地说道：你外公不是傻子，他肯定是来找你的。还有，家门口半夜总是停着一辆车，天快亮了就开走了，那车不是他的。啊！我心中一阵慌乱，外公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后来他就不再来了，我以为是跟我吵架了。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还给院子里搬了好多花，说是报答我给他看病，报答需要几百盆花。况且外公我什么时候喜欢花了？分明是送给你的吧？我的脸已经羞得通红。不是送我的，还不是送你的。外公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。外公不管你们年轻人谈恋爱，但是你这跟他闹别扭也闹得太久了吧？他都几年没来过了。外公叹了一口气，空了让他来家里吃饭。我看他那病好了没？哦，我心中有些纠结。外公还不知道他在坐牢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好敷衍过去。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作息不规律，还是因为心事太多。早上我吃完饭后，肚子突然痛得不行。外公出去给别人看病了，根本不在家。我起初还想着忍一忍，可疼痛越来越剧烈，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。我给十一打了电话，他赶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被送去了医院急救，经检查是阑尾炎。做完手术，十一守着我，贺子恒却不在，他也吓惨了。看到你手术出来没事就走了。十一说道：走去找陆景川了。我问道：晚上贺子恒来了，还痛吗？他问我：不痛。你把我吓死了。他抹了一把汗。陆景川出来得弄死我，关他什么事？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内心还是忍不住泛起一点波澜。你们两个真的很像，嘴硬的要死，又谁也舍不得谁。他无奈地笑了笑。反正有人现在在里面睡不着觉了，他都不肯见我，睡不着就睡不着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来气。陆景川愿意见贺子恒，却怎么也不肯见我。姑奶奶，你好好养伤吧，赶紧养得活蹦乱跳的。贺子恒说道，要不然陆景川出来，什么都要算在我头上。要说我除了吃你们狗粮，还得到了什么？我冤不冤？我吐槽道。谁让你听他话了？贺子恒无奈地说道。我敢不听吗？从小到大我都是被他欺负的，现在绝了，
还要被他媳妇欺负，还是只有我的十姨最会心疼我，找我媳妇去了。半年后，我依旧没有去看陆景川，他也依旧不愿意见我。晚上，我和十姨在夜市逛街，肩膀突然被撞了一下，生疼。刚想骂人，那人却一溜烟没影了。这人真没素质。我和十姨忍不住吐槽。我恍惚间觉得那个背影有些熟悉，可是他消失得太快，我也没多想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总感觉被人跟踪了，但我一回头，身后又是空荡荡的。奇了怪了，我加快步子往家走。回到家，外公竟然出去看望病人了，还没回来，我更怕了，只好把门反锁了。洗完澡出来，我看到窗台上莫名的多了一束玫瑰，有人来过，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是谁？出来！没人出来。我拿了手机，假装打电话。萧贺子恒，我屋子里好像有人。身后突然有人骂了一句，直接过来搂住我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你叫谁的名字？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下一秒，他直接扣住我脑袋，低头吻了下来。陆景川，你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着。休想！他热烈地吻着我，有些急躁。等他发疯够了，终于放开我。我望着他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越狱。他眷恋地看着我的脸，能想我点好的吗？我在你眼中就是这种人。我推开他，你这样被抓回去会判很久的，你快回去吧。我没想到他竟然会越狱。仔细一想，他本就是那种犯罪分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不回去，你和贺子恒孩子都抱俩了吧？他气得不行。我为什么不出来？在里面一想到你要成为别人的老婆，我就要发疯了。他说完又来吻我，我跟他没关系，他跟十一在一起了。你别乱说。我说着把手机给他看，刚才是骗你出来的，我没跟他打电话。他一下子愣在那里，盯了我几秒，突然就笑了。好啊，沈清月，学会骗人了，该怎么惩罚你呢？他一边说一边向我靠近。你快回去吧，你别犯法了。为了安抚他，我踮起脚，主动吻了他一下。我会等你，多少年都等你，所以不要再做犯罪的事了，好吗？他停在那里不动了，多少年都等我。他笑了笑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喜欢你，我坚定地告诉他。我曾在梦里梦见过你很多次，我忘不了你。谁要你喜欢？他轻轻说了一句，却忽然红了眼眶。我等你出来，以后我宠物诊所挺不错的，我们两个生活没问题。我自告奋勇地策划着有他的未来。哦，还想跟我生活一辈子？他眼底划过一丝情绪，突然背过身去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等我靠近他，他却突然狠狠地把我抱在怀里，缓了一会儿，又恢复了不正经的样子。沈医生愿意等我，我怎么舍得让沈医生等呢？他低头吻住我，最后把我打横抱起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惊恐地挣扎着。我减刑了，刑满释放。他笑着看我，沈医生都要养我一辈子了，今晚我就成为沈医生的人好不好？我大可不必。陆景川，你把阎王叫来都没用。乖，让我亲亲这混蛋。